求婚当晚，我包下整个餐厅，准备跟女友求婚。我满怀着期待，等待着我心中的女神出现。可直到餐厅打烊，她都没有出现。正当我心生恐惧，在想她会不会在路上出事了，还是发生什么问题了，想打电话给她问一下。但我女友最讨厌在她开车的时候我给她打电话。突然，手机上突然收到一个视频，是一个很久以前加的号，不知道是谁。点开之后，对方什么都没有说，就是发来一个视频。我点开来看，猛然的心里一震，居然是我女友和她竹马无意之去酒店开房的视频。我的心态彻底崩了，简直不敢相信。但其实一切都有迹可循，因为这个无意之就是女友的前男友，海外留学归国后就被女友召回当贴身秘书。我心头就像被刺了一刀，绝望感从手心流淌到全身。正所谓哀大莫过于心死啊！我下定了决心，给他发了分手信息。毕竟我没有跟人共用妻子的习惯。他的责骂电话立即打过来：江如海，你发什么疯？等我回去再跟你算账。我心中的女神何秋月义正言辞地说，似乎她正在办一件大事，而我就是那个来捣乱的小丑。何秋月不等我说话就把电话挂断了，我的心如同被卡车撞击一般的痛。其实何秋月说她今晚要加班，让我先在餐厅等她。我满怀欣喜，觉得最终秋月还是爱我的。她跟无意之间其实没有我想的那么复杂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等来的却是一个不知名的人发来他跟竹马的开房视频。但其实我可以猜得出来，这个号大概率就是无意之的小账号，大概就是准备许久用来恶心我的。服务生走过来说他们要打烊了。我站了起来，扫了眼桌上的玫瑰花和戒指，请把花瓣我丢了，戒指就跟我寄存的酒放在一起吧。说完我便走出餐厅，走在路上，看到路上的情侣从我面前经过，我不禁黯然失神。曾经我跟何秋月在一起也是这样的甜蜜吧，在一起4年，我一直很包容她。但这次不一样，她跟初恋去开房，把我的自尊踩在脚下。出轨这种事只有0次跟无数次，我无法接受她背叛我。一想到她跟吴一之躺在酒店的床上亲吻的画面，我就觉得恶心。回到家，看着空荡荡的客厅，我有些喘不上气。直到天亮，何秋月才回来。看到我坐在床上抽烟，何秋月蹙起眉间道：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在床上抽烟，你没长耳朵吗？看着她红肿的嘴唇，我的眼睛一阵刺痛。你昨晚去哪里了？我略带一点期望与愤怒提问。何秋月随口敷衍：昨晚忙完太晚了，就没有回来。下一秒，她抬手指着我，命令道：你马上把烟给我掐灭。在这段感情里面，我爱得很卑微，何秋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跟狗没什么区别。可现在我没有顺从她的意思，一边继续抽烟，一边从身上拿出手机，打开视频给她看。你忙什么？忙到不能回来？忙着跟初恋去酒店开房睡觉吗？何秋月看到视频时表情一慌，随即反应过来指责我：江如海，你跟踪我。我嗤笑道：这是无意之发给我的。我拿起手机给她播放了这个视频，想不到何秋月竟然说，既然是无意之发给你的，那更加可以证明我和他是清白的。要是我们有什么的话，他怎么可能会发视频给你？看着他狡辩的模样，我只觉得好笑。视频中，何秋月的脸色酡红，穿着小吊带躺在床上，姿势性感妖娆，都脱成这样了，怎么可能什么都没发生？我是男人，我很清楚。蓦然，我瞥见他脖子处的草莓印，悲凉感油然而生。因为平时我们亲热时，他总是不允许我在他身上留下痕迹。要是我不小心留下点痕迹，他还会冲我发火。你说你跟吴一之是清白的，那你脖子上的草莓印是怎么来的？何秋月眼底闪过一丝心虚，是蚊子咬的。我冷笑。何秋月像是为了掩饰，提高音量对我吼道：江如海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居然不相信我？我又不是故意要放你鸽子的，我跟客户在吃饭，不小心喝醉了。吴一之是我的秘书，他送我去酒店有什么问题？我睡觉当然穿着内衣，难不成要穿着衣服睡吗？看到他这么理直气壮，我压制的怒火瞬间被彻底点燃。这女人连撒谎都那么拙劣，你明明就是跟她去酒店开房睡觉，还要骗我，你是把我当成了傻子吗？何秋月，你真脏！何秋月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。江如海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我说没有就是没有，我每天上班应付客户就累得够呛的，回来你还要找茬，你以为我很闲吗？打了我后，他故作姿态的气愤的坐在床上，他以为我会从前一样马上跟他认错道歉，哄着他，但我没有，我不想再当窝囊废了，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。一开始他决定要聘请吴一之当秘书的时候，我就表达过不满。你让你的初恋当你的秘书，跟你朝夕相处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你有想过我的心情吗？何秋月却不以为然，有什么不合适？生活和工作我分得很清楚。再说我跟吴一之已经过去了，你能不能别再疑神疑鬼？事实证明，不是我多疑，而是他们真的有鬼。何秋月，我们分手，你想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。我已经无法跟这女人理性沟通了。何秋月脸色一变，但我没理会她的反应，抬步朝房间门口方向走去。何秋月怒极，抓起旁边的枕头就朝我砸过来。江如海，不就是昨晚没陪你吃饭吗？你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这么辛苦工作，还不是为了我们的将来？枕头砸中我的后脑勺，然后落在地上。我的脚步顿了顿，毕竟以前只要他一发脾气，我就觉得天要塌了。现在我的心已经死了，我不在乎了，随便他怎么想。我径直走向隔壁房间，别人刚用过的女人，
我不想碰。没过多久，我就听见外面传来了摔门声。何秋月走了，他对我总是这么有恃无恐。我突然想起有次公司聚餐，最后只剩下我和他还有吴一之3个人。他抱着吴一之不肯松手，嘴里还嚷嚷着：“一之，你别走，别离开我。”第二天我跟他提了这事，他什么解释都没有，只是轻描淡写说他喝多了，意识不清醒，让我别乱想。可那天晚上他明明才喝了1杯酒，怎么会醉？我洗了个澡之后便去上班了。何秋月家里很有钱，毕业后在他爸妈的帮助下，他开了一家公司。而我出生在普通家庭，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一般，所以在很多人看来，我要是能娶到何秋月，就是赚到了。我知道我跟何秋月的家世不匹配，所以我努力提升自己，努力赚钱。去年他说他公司的市场部缺人，让我过去帮他。我二话不说就辞职来他公司了。为了拿下项目，我经常熬夜加班，喝酒喝到胃溃疡，也的确替公司创造不少业绩。应该说，在我拼命努力之下，论业绩，我可以是公司的大动脉。只要他需要我，我就会义无反顾奔向他。可他却从不把我当成第一位。刚到工位，就看到吴一之走了过来。同事们一看到他，纷纷笑着跟他打招呼。吴一之是海归博士，开着一辆保时捷，大家都调侃他不是来上班的，是来体验生活的。有人突然问吴一之：“你身上穿的西装是爱马仕的吧？真好看。”吴一之点头：“是沈总送的。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看向了我，眼底带着得意。我自嘲地笑了笑。上个月我生日，何秋月去商场买一件89元的衬衫送给我，我很高兴，还跟我的兄弟炫耀，说我老婆知道心疼人了，还给我买衣服。现在想想，我真是可笑，笑的不是衣服价格，而是我对何如月的爱情滤镜。沈总肯定很喜欢你，不然不会对你这么好。同事们纷纷地说，就是这可是爱马仕，很贵的。吴一之笑而不语。我抿了抿薄唇。何秋月担心公司的人知道我们的关系会造成影响，所以一直没有公开我们的关系。吴一之走到我面前，压低声音对我说：“江如海，你根本就配不上如烟，我才是他最爱的人。”得意不够，他还要挑衅我。吴一之，你别太过分，我做的再过分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话音落下，吴一之的拳头就砸在我的脸上，我忍无可忍，抬手打了回去。住手！何秋月冲了过来，他瞪着我，怒气冲冲地低吼道：“江如海，你怎么可以动手打人？”我还没有出声，吴一之就委屈地说：“沈总，我只是想让淮安跟我一起去仓库搬点东西而已。”他就冲我发火，还打我。闻言，何秋月就更生气了，他蹙眉看着吴一之，心疼地问：“疼不疼？”转头他怒视着我：“江如海，跟吴一之道歉。”我双眼泛红，直直地盯着何秋月。他总是这样明晃晃地偏袒吴一之，丝毫不顾虑我的感受。上次吴一之打错了资料，如果不是我及时发现，会给公司造成不少损失。可何秋月坚持说不是吴一之的问题，让我以后细心点检查。就像现在，明明我的脸上也有伤，他却像是没有看见一样。虽然早有预料，但这一刻我还是觉得很难受。你都不问我发生了什么事，就认定我先动手打他吗？还用问吗？我了解吴一之的为人，他是不会说谎的。何秋月脱口而出后，仿佛意识到了什么，立即又解释道：“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何秋月，不用说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就是偏心吴一之。”我冷声打断他的话。周围的同事一阵沉默，他们明明有看到是吴一之先动手打我的，却选择了闭嘴。我心中了然，他们想巴结吴一之，当然是站在他那一边。我看着何秋月：“你听清楚了，我不可能跟他道歉。”何秋月怒道：“江如海，你要是不道歉，就滚出公司！”我握了握拳头，一把扯下工牌：“好，我辞职，不干了。”说完，我也管何秋月是什么反应，转身就走。一回到家，我就收拾行李，准备搬出去。刚收拾好，就接到兄弟张志强打来的电话：“如海，昨晚求婚成功了吗？”我淡淡的说：“没有，我跟他分手了。”张志强很震惊，我没有跟他多说什么，而是问：“我想租房子，你帮我找找。”张志强想了想后说：“我妹妹对面那出租屋还空着，要不你搬过去？”行，我直接就带着行李过去了。张志强的妹妹张雨薇知道我住在他的对面，特意提前下班帮我一起收拾东西。为了答谢他，晚上我请他吃饭，选了我喜欢吃的麻辣火锅。刚进去店里，张雨薇就说她要去洗手间，我点点头。正在找位置时，就看到坐在窗边的何秋月和吴一之。我的脚步一顿，我平时很喜欢吃麻辣火锅，可何秋月不喜欢，她说她讨厌吃辣的。现在的她却吃得津津有味。原来她不是讨厌吃麻辣火锅，是讨厌跟我一起吃麻辣火锅。吴一之见她的嘴沾到了酱料，便拿起纸巾去帮她擦，动作很自然，仿佛情侣。我第一次知道吴一之这个人，是在卧室的抽屉里面发现了一本相册，里面全都是他们的合照，还有吴一之写给他的情书，他全都保留着。因为我比较习惯用那个抽屉，便让他换个抽屉放。谁知何秋月竟然朝我发脾气，还说相册和情书对他来说很重要，都是他的青春。我尊重他的青春，但他并不尊重我。既然他忘不掉吴一之，当初为什么要答应跟我在一起？此时的他跟吴一之说说笑笑，而他跟我在一起时总是心不在焉的，低头看手机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心脏就一片酸涩。爱跟不爱真的很明显。何秋月看到了我，先是一惊，随即又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：“江如海，你知道错了，
是来跟吴一之道歉的。只要你诚心道歉，我就原谅你了。他会这么想，其实不奇怪，因为我们在一起4年，一旦发生什么矛盾争吵，先服软道歉的人肯定是我。但现在我累了，我没说话，面无表情地收回视线，转头见张雨薇出来了。我指了指窗边的位置，我们去那边坐。何秋月见到张雨薇，脸色蓦然一沉，从椅子里站了起来，不悦地质问我：江如海，这个女人是谁？你是不是为了她才一直跟我闹分手的？张雨薇正想解释，就被我拉住了手臂。我看向何秋月，冷冷地道：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跟谁在一起都是我的自由。何秋月的脸黑到不像话，我也没有理他，带着张雨薇一起坐了下来。张雨薇问我：如海哥，怎么不跟他解释清楚啊？我把菜单递给他，不用管他，你点菜。张雨薇看了一眼何秋月：如海哥，我哥说你有女朋友，是不是就是她？我淡淡地道：现在不是了。我的语气中明显带着厌烦感。2张桌子隔得不远，再加上今天店里比较冷清，何秋月听到我说的话，她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。我很久没有吃麻辣火锅了，吃得很起劲，不过还是能感觉到何秋月时不时就朝我这边的方向望过来。吃完结账，我跟张雨薇一起离开。出来外面等车的时候，眼角余光瞥到何秋月站了起来，像是要出来找我，可无意之拉住她的手臂，不知道说了什么，她又重新坐了回去。我摇了摇头，自嘲一笑，垃圾还是留在回收站比较合适，你可别真的追上了，我嫌臭。回到出租屋，我洗了个澡，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很快就睡了过去。以前每天晚上睡觉，我要是不抱着何秋月就会失眠，现在我自己一个人睡，却觉得很舒服，完全没有不安。早上睡醒就接到张志强的电话，他说他公司有个职位很适合我，问我要不要去他公司上班。我思考了一会儿，便说过去面试看看，约了下午3点面试。整个过程很顺利，我的工作经验很符合他们的要求，业务内容也跟前一间公司高度重叠，面试通过，我也顺利入职了。接连几天我都在忙着适应新工作，基本上没有换赛道，所以做起来驾轻就熟外，也赶紧联系客户，我换公司了。客户知道我换公司了，也纷纷把手中的订单都转向到我这里，毕竟追求质量是我给客户的承诺，大家都是做生意的，有我把关，他们放心。忙了一阵子之后，业绩上了轨道，所以提前下班，顺道跟张志强一起参加大学同学赵海成的生日会。赵海成家里是做房地产的，自己住着一栋小别墅，那小日子过得可真是滋润。而我和张志强是最早到的，我们几个人正坐着聊天的时候，就看到何秋月和吴一之走了进来。何秋月跟赵海成也是同学，而且他们还有一些工作上面的来往，他会来并不奇怪，只是没想到他会带着吴一之一起来。看到我时，何秋月微微一愣，随即才恢复自然。除了张志强，其他人都不知道我跟何秋月分手了。见他带着别的男人一起来，表情都有些微妙。而赵海成又是我的铁杆兄弟，自然察觉到里面的问题。吴一之热情地跟赵海成打招呼。赵海成说：你是哪位？我有请你来吗？这是私人聚会。你是那个男模会所的伴游吗？我说何秋月，你找的男模也太不上档次了吧。何秋月有点恼怒，但考量赵海成跟自己公司的关系，只能说赵总，你别开玩笑了，这是我秘书。吴一之羞得无地自容，整场气氛有些尴尬。我摆了摆手，赵海成就放过吴一之，回到我们自己的话题中闲聊。没过多久，我就找了个借口到外面透透气。我刚掏出烟，吴一之就跟了过来。江如海，你知道秋月今晚会来，故意来见他的是吧？我看了他一眼，滚！吴一之不怒反笑，我要证明给你看，秋月爱的人是我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就跳进去旁边的游泳池。我皱起眉头，他疯了吗？有必要玩这么大吗？好歹把手机钱包拿出来，演场戏赔只手机，不上算吧？没过几秒，吴一之在泳池里面挣扎，似乎不会游泳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他的呼喊声引来了不少人，有人跳下去将他救了上来。何秋月跑了过来，紧张地看着吴一之：一之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吴一之抓着他的手，虚弱地说：秋月，我没事，你不要怪如海，他不是故意把我推下来的。何秋月猛然抬头看着我，愤怒地道：江如海，一之不会游泳，你怎么可以推他下水？又是这样，他心里的天平秤始终是倾向吴一之的，所以他说什么他就信什么。可我已经懒得跟他多说了。见我笑而不语，何秋月以为我是心虚。你说话，江如海，万一吴一之出了什么事，你是逃脱不了责任的。这时，一个管家模样的人站了出来，心平气和地说：小姐，根据我们的摄像头录影显示，这位先生是自己跳下游泳池的，并不是被推下去的。何秋月呆滞地看向我：如海，是我误会你，我只是情急之下误判了，毕竟他是我带来的，如果我讥笑着打断他的话，我习惯了，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。何秋月哑口无言。张志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：何秋月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你知不知道那天晚上如海在餐厅等了你一整个晚上，为了跟你求婚筹备了多久？就连你喜欢的钻戒8万多，也是他攒了好几个月的钱才买的。我刚刚才跟志强坦白我跟何秋月分手，以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。志强张着嘴，半天合不上，一副这种事不是烂大街的小说才有的情节，怎么在眼前发生的？此时何秋月满脸错愕，他看着我急声问：他说的话是真的？那天晚上你准备要跟我求婚的？我面无表情地道：都过去了，不重要。他摇头：不，很重要，对我来说很重要。说真的，
此时我不明白他这么激动做什么，他爱的人又不是我，怎么会在意那一晚我是不是要跟他求婚？没有理由你放我鸽子去跟别人睡，然后再说期待跟我结婚吧，太滑稽了。随便你，我没有打算理会这2个分工店铺的表演。生日会结束后，我跟张志强一起出来，何秋月追了上来，拉住我的手臂，看着张志强说：“你先走，我有话跟如海说。”志强看着我，示意只要我需要，他就让保安把秋月跟他的小王扔出去。我不想耽误张志强的时间，表示就让他先走，我自己的事情我亲自处理比较好。张志强走后，何秋月看着我微笑着说：“如海，我知道以前是我做的不好，你别再生我的气了。明天公司有个团建活动，你过来一起参加，到时候我会向大介绍你是我的男朋友如何？”我扯唇一笑，心里只想着这女人有病吧，毕竟之前我几次跟她提过公开我们的关系，她总是拒绝。她这下告诉我，她愿意承认我的身份了。何秋月，我不稀罕了，你想让谁当你的男朋友就让谁当你的男朋友，跟我无关。何秋月的脸色一白，我真的不知道那天晚上你是要跟我求婚的，如果我知道，你就不会跟吴一直去开房了是吗？我迅速接上他的话。何秋月慌张地否认道：“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不用说了，我不关心你们开房的细节。”我抽出手臂，大步朝前走。何秋月站在原地，久久没有动。翌日，我跟往常一样去上班。下班后，我去买了菜回家时，却看见何秋月站在门口，她手上拎着一个保温盒。如海，你回来了。她提起保温盒，笑着说：“我熬了粥，特意给你带过来的。”我冷淡地说：“不用，我吃过了。”何秋月的笑容微微一顿：“我还没有吃，你开门让我进去陪我吃可以吗？”她还摸了摸肚子，我好饿啊！一时间我有些恍神，因为她已经很久没有用这种撒娇的语气跟我说话了。何秋月上前挽住我的手臂：“你快开门呀！”我回过神，把手臂抽了出来：“不方便，你自己回去吃吧。”何秋月没料到我会是这个反应：“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上班呢？”我默声道：“你是不是忘了我已经辞职了？”何秋月耍赖似的道：“我不批准，你还是我公司的员工。”我冷冷一笑：“沈总，需要我给你普法吗？我自诩不需要你同意。”言罢，我便绕过他，打开门进去。我以为骄傲如何秋月，他不会再来找我了，没想到他又出现在我家门口。他毫无形象地坐在地上，一头长发乱糟糟的。平时的他很注重形象的，裙子沾了点雨水都要不高兴半天。但我知道，这不是只因为上次的事情，而是这段时间秋月的公司损失了大量的客户与订单，是足以让公司资金链断开的程度。毕竟我还是公司私业绩的主要来源，所以秋月这次来，我敢肯定不会是因为他愧疚，至少不是主要原因，而是他的公司能不能撑得下去，就看我的态度了。我面无表情的一走进过去，准备开门的时候，我就闻到他身上的酒味，应该喝酒了。看到我，何秋月从地上站了起来，傻笑道：“如海。”我皱眉，烦躁地问：“何秋月，你又想怎么样？”我好不容易才适应没有他的生活，不想再跟他有所牵扯。何秋月笑了笑：“我是来跟你道歉的，如海，我错了。你不想回来上班没关系，我不勉强你，可你别不理我好不好？”他的声音带着哭腔：“你别跟我分手，别不要我，不然你放我一马，别把客户都撬走。这间公司不也是你我一起努力来的成果吗？你怎么忍心毁掉呢？”我静静地看着他，觉得脑袋疼得厉害。这女人真的是有病。我帮你挣钱，你拿去养小王，要找就找有6块肌的小奶狗，我可能还比较甘愿点。你找一个跟我一样的大叔，再说我怎么不念旧情？我只能勉强说了句：“你喝醉了。”何秋月点头：“我是喝醉了，但我很清醒。我知道我爱的人是你，江如海。”这些话要是放在上个月说，我会很开心。如今我听着他说这些话，内心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，可能是心死了，也可能是看透了。他要的只是用感情绑架的销冠，能帮他赚钱的机器，能让他无忧无虑风花雪月的舔狗。何秋月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不要再来找我，没有意义的。何秋月强调道：“我爱你啊，我想见到你，怎么会没有意义？”我想也不想地说：“我不爱你了。”何秋月，你听清楚了吗？还有，客户选择我是我拿专业说话，而不是像你的秘书克扣了工人的奖金，又强索供应商的回扣。这样的公司没有客户会跟你们做生意的。我也摊牌了，说道：“你也不动动脑，当时我就跟你说，你开房的视频是吴一直发给我的，你觉得为什么他要这样？瞎的都看得出来，他要挤兑我走，我离开了，他才能只手遮天，才能上下其手。”何秋月先是一怔，反应过来后哭得很大声：“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，我只是一时糊涂才会跟吴一直去酒店的。我可以保证，那天晚上我跟吴一直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你相信我，陆海，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。”我定定地看着他：“是吗？那你敢保证你跟他2个人待在酒店房间里面的时候，没有动过跟他发生关系的念头吗？”我的愤怒不是因为秋月上了吴一之的当，而是他明明知道是错的，他还是去做，做了就算了，还不知道掩饰，这样的人令人作呕。何秋月愣住了，一时之间他找不到合理的解释。何秋月语气慌乱地解释道：“如海，我当时喝了不少酒，脑袋不清楚，他是想来亲我，不过我推开他了。我爱的人是你。”我看着他脸上的泪，我明白，这是鳄鱼的眼泪。如果他此时表示他跟吴一之是真爱，我还敬佩他。敢爱敢恨才是江湖儿女吧。现在为了公司的业绩，
他居然开始反咬吴一之，这种行为就像疯狗。也许你跟吴一之没有到最后一步，所以你自认为没有背叛我，但和秋月，不管你们有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关系，你都已经是精神出轨了。我还是觉得给秋月留点体面，不想形容他对吴一之张开双腿的画面。我知道，在吴一之要聊他的时候，他的心曾经一定摇摆过，毕竟我们在一起那么久，又是一起创业出来的，不可能毫无动摇。但问题是，秋月并没有坚定选择我，感情之间如果失去了忠诚，那比鸡肋还鸡肋。何秋月突然伸出双手抱住我，红着眼睛问：那么我把吴一之开除了，再也不跟他见面了，你是不是就能原谅我了？果不其然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啊！最后关头，他还是把吴一之做牺牲的。我掰开他的手指，冷漠地说：何秋月，我已经决定分手了，你回去吧。在我坚持之后，何秋月最终还是离开了。过2周后的一个下午，我突然接到我妈的电话，她说她要来看我，现在到车站了，让我去接她。我急忙请假赶过去，到了后发现何秋月站在我妈身边，还帮我妈拎着行李。之前她对我妈并没有这么热情，毕竟以前每次我妈来了，我让她陪我去见我妈，她总是各种理由推脱。何秋月抬头看到了我，笑着说：如海，我订好饭店了，我们带阿姨去吃饭。我跟何秋月分手的事，我还没有告诉我妈，只能僵硬地说好。我们3个人去了附近的饭店，整顿饭下来，何秋月满脸笑容地给我妈夹菜，还一直开玩笑，好像我跟她还没有分手一样。我不懂人是不是只有在失去了才懂得珍惜，还是秋月基本上要做最后的挣扎。吃完饭，何秋月送我妈去酒店，我妈笑得合不拢嘴，拉着我的手夸赞道：秋月真是细心，如海你们2个人要好好在一起。我没说话，何秋月一脸娇羞：阿姨，我会的，你放心。帮我妈办好入住手续后，我看着何秋月问：你怎么会知道我妈来了？阿姨给我发微信了。秋月说我妈很喜欢何秋月，对她也很满意，每次过来看我都会给何秋月发信息。明天你不用过来了，我自己带我妈去玩就可以。何秋月摇了摇头：不行，我都跟阿姨说好了，她要是没看到我会很失望的。如海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在为你做改变，变成你心目中妻子的模样。我垂眸看着地面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何秋月，不要再做无用功了，我知道你不是因为爱我，而是没有我。你公司也已经被吴一之掏空，难以为继了，现在你应该赶快回去善后，而不是妄想拿我妈来处理我。何秋月愕然，眼珠子转了好几圈，豁然地拿起包，话也不说的抽身离开了。而我妈在这边待了2天，我带她去各个景点游玩，第3天早上才送她去车站。等她上车后，我发信息给何秋月说，我已经和我妈说了我们分手的事，以后她要是再发信息给你，你不用回她。何秋月收到信息几乎是立即回复：如海，你一定要这么绝情吗？一点机会都不肯给我。她一直都以为拿捏着我妈，她就可以母逼子从，把我逼回去救她那个被蛀虫咬得千疮百孔的公司。没意识到我是认真的，我妈也支持我，所以这条路也封死了。她不明白，我说分手，那就是真的不会回头，你找谁来都没用。我发个语音，认真的跟她说，既然已经分手了，就要说清楚，对我们都好。何秋月带着哭腔回语音跟我说，我终于懂了，原来被放弃的那个真的很难受。我们在一起4年，这段感情是不对等的，一再妥协退让的人总是我，他始终占据感情的上方，只要他说忙，我就会迁就他。我想起有一年我们准备去旅游，我在机场等了他很久，他却说公司临时有事，让我自己一个去。这种事情放在一般人的常识里面都是难以容忍，他怎么有办法说出口？转头我就刷到了吴一之的朋友圈，他发了一张照片，何秋月穿着围裙在厨房忙碌，配文说，我说肠胃不舒服，他就马上赶来照顾我了。当然所谓的他就是何秋月。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，之前我一直在默默忍受，现在我不想忍了，让一切都结束吧。但何秋月没有就此放弃，他每天下班都会来找我，给我带礼物，我没要，对我来说那是灯笼鱼的陷阱而已。直到有一次他过来看到我从张雨薇的房子里面走出来，他的身体一僵，我知道他误会了，可我没有解释，相反的，最好他信以为真。他哭着转身离开，张雨薇推着我的肩膀，如海哥，你快去追啊。随后张志强从房内走出来，一脸莫名其妙地说，现在又是演哪一出？我望着何秋月的背影，没必要，他想误会就让他误会吧。然后拍拍张志强的肩膀就离开了。之后张志强才从妹妹口中知道了过程，笑得他肚子上的肥肉乱颤。接下来的好几天何秋月都没有来找我，我也乐得自在。不过周末我刚准备出去打球，就收到何秋月的信息，如海，我发烧了，你能来家里看看我吗？顿了下，他又补充道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我看着他发过来的信息，好一会儿才回复一个好字。换了衣服后我就过去了。你问我问为什么还要去，我是真怕他病死。然后最后一通电话显示是我，那我真的跳到黑龙江也洗不干净。但当我到了的时候，发现门没有锁，我直接推门进去，走进这个我们曾经的爱巢。但当我靠近卧室门口，听见了吴一之的声音，小心烫，慢点喝。里面何秋月坐在床上，吴一之正在喂她喝水。我大声走进去，避免给人说我是在偷听。一看到我，吴一之就站起来，语气不满地说，江如海，你是怎么当男朋友的？秋月都烧到39度了，你也不照顾好她。我讥讽道，你不是照顾得挺好？还有，我不是她男朋友，你才是。
我这里不搞资源回收。吴一之脸色黑了下去。这时何秋月解释：如海，你别误会，吴一之只是过来给我送资料而已。我单手插进裤袋里，神色淡淡，没什么好误会的。送资料送到嘴边，这个是什么样的关系才可以这样做？但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事实，也不可能是所谓的误会，摆在这台面上，大家都心知肚明的。但此时何秋月让吴一之先出去，吴一之虽是不太情愿，但还是朝外走了。何秋月的脸色苍白，看得出来他确实是病得挺严重的。他拿出一枚钻戒，这个戒指我拿回来了。我去了那家餐厅，他们说那天晚上你留下钻戒和玫瑰花就走了。我看着何秋月，他的眼睛里面饱含着期待。他可能是觉得拿回了我的求婚戒指，我们的感情也能恢复如初。老实说，我没想到何秋月会去把钻戒找回来。毕竟那间餐厅我们都是 VIP， 寄存的酒或是其他东西都会放在一起。如海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秋月叹了口气说：我知道你跟张志强的妹妹没什么的，是我误会了，你别生气。何秋月在我的面前不曾表现得这么小心翼翼，向来都是我顺着她哄着她，现在的她让我很不习惯，也有些烦乱。何秋月，从我决定跟你分手的那一刻就没有想过回头。何秋月的情绪蓦然失控，歇斯底里地喊着：可是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你分手啊！为什么？如海，你不是说你爱我，为什么说变就变，而且还要毁了我的心血，我的公司？我扯唇笑了一下，你知道我一直都很爱你，那你呢？何秋月手足无措地道：我知道我以前不够爱你，一再忽视你，我会改的，努力做一个好妻子，求你别离开我，帮帮我，救救我好吗？说着他就哭了。以往一看到他的眼泪我就觉得心疼，现在看着他，只觉得这眼泪不只是鳄鱼的眼泪，根本就是哥布林的眼泪。我觉得很烦，即使他现在发烧了，整个人显得脆弱不堪，看上去是那么可怜，我却没有半点动容。我捏了捏眉心，抑制住心中的恶心。何秋月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有些话我不想说得太明白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放过彼此吧。何秋月颤抖地抬起手，将钻戒递给我，声音咽地道：那戒指还给你，这我不要了，当做你跟吴一之的结婚礼物吧。何秋月我都不要了，何况是买给他的戒指。话音落下，我转身走出来，一出来就看到站在客厅的吴一之，他目光不善地盯着我。江如海，我警告你，以后离秋月远一点，不然我抬起拳头就砸在他的脸上，把积攒的怒火也一并发泄出来。这个老瘪三睡了我的女人，还在我面前装什么大款？你们之前开房旅游的钱都是我挣来的，在哪里装什么装？打完我丢下一句：我跟何秋月的事不就你设的局，还装什么情商？吴一之刚要还手，就看到何秋月出来了。秋月，他打我。我看着他故技重施，像个女人似的告状，觉得真没意思，冷笑道：我打你又怎么样？你见过打蟑螂要写报告的吗？吴一之气愤地道：江如海，你就是嫉妒我，嫉妒秋月只爱我，只愿意跟我好。这次何秋月听到吴一之告状，没有跟以往一样不由分说的责备我，只是安静地看着我。如海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是吗？我没有回答他，不过答案已经很明显了，不会有人把垃圾丢了再找时间去探望垃圾吧，垃圾就丢垃圾场烧掉才是最好的下场。那天过后，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见到何秋月，即使我们相隔不远，但就是没有遇见过。我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，有些人缘分要是尽了的话，不管离得多近都不会再见面了。这句话确实有道理，茫茫人海没有爱，谁会记得谁呢？后来我听说何秋月答应吴一之的求婚，下个月就要结婚了。当天晚上我收到了何秋月的信息，只要你说你不想我嫁给吴一之，我就不嫁给他了。我没有回复，我是个人不可能做垃圾的举动，而且我干嘛自降身份去当老王？我可没有6块肌，我只想早点挣到6栋房。我跟秋月在一起那么久，其实我也知道他答应吴一之的求婚是为了逼我跟他复合，背水一战的做法，不然谁会嫁给毁掉自己公司的蛀虫？但有点出乎意料的，最后何秋月还是嫁给了吴一之，可能他们真的是真爱吧。秋月居然委身嫁给掏空公司的蛀虫，而我并没有在谈恋爱，将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面，一直升职到了经理，还攒钱买了一套又一套房子，也把我妈接过来住在其中一栋。毕竟新房子比乡下老宅舒适，看医生也比较方便。再后来我听张志强说何秋月和吴一之离婚了，因为吴一之最后勾结了律师跟会计师，把秋月的股份都稀释，赶下了董事长的位置，而且把他清出了公司。秋月不甘心人财两空，回娘家告状。他们何家本来就有家底，一怒之下联合了相关业界，把吴一之霸占的公司搞倒，然后策反协助造反的会计师跟律师，把吴一之告上法院，罪证确凿，多罪并罚，判了15年。这些事都是张志强告诉我的。我听着张志强的描述，内心很平静，一切都是何秋月自己的选择，无论好坏都需要他自己承担。最后的最后，秋月还是找我见了面，到这个结果了，我也没有拒绝。我们约在当年我们常去的那间咖啡店，当我提早到，坐下等秋月的时候，推门进来的不是那个精明干练的秋月，而是穿着素衣顶着光头的尼姑。我怔了怔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我完全没有想到秋月有一天会选择出家。如海施主，进来好吗？凭你法号施正和，慈悲喜乐。我还是没从震惊中回神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秋月在这2次打击之后闭门不出，后来经父母介绍认识了他的师傅，来给他用佛力开导。但没想到秋月深受感悟，最终决心落发为尼，斩断红尘，佛前修法，青灯为伴。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这次会谈
我们相谈甚欢，学习佛法的如月，不，应该说是正和师傅，在我面前的谈吐都让我如沐春风。当年的秋月本来就是才女，开悟之后更加的有智慧了。最后，前女友秋月，现在的正秋师傅离去前跟我说：“如海，你的名字内有海，那就该像海一样拥抱这个世界。”我豁然开朗，或许我也没放过我自己，把我自己绑在过去，也说不定。这世间就是这么有趣，我被伤我最深的人给救赎，现在我也该再次追寻我人生的大冒险了。嗯。